这个儿童故事频道到目前为止只上传了18个视频。更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这个频道的变现方式可远远不止步于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它还在销售实体周边产品以及虚拟线上儿童电子书。其实这种类型的频道做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变现方式灵活性很大。频道积累起自己的粉丝量之后，还可以售卖儿童电子书 KDP 以及售卖 POD 相关的产品。如果你也正在寻找赚取线上被动收入的机会，推荐你尝试起一下这类儿童故事号。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会一步一步地教会你如何创建一个像这样的儿童故事动画频道，并且步骤全部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实现。由于今天的内容非常的详细，所以请仔细的观看，千万不要错过重要的步骤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主页。你会发现其实视频的风格非常的相似，同时视频观看的次数都非常的惊人。最受欢迎的视频每个都拥有超过100万的观看次数。我看到这个视频现在大概有将近300个人正在同时观看。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我们会发现动画视频的节奏比较缓慢，背景音乐很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还有轻柔的旁白和生动的音效。好，话不多说，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教程。第一步，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故事脚本。这一步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找到你要参考的视频后，来到视频描述区，点击更多，你会看到显示字幕 Show Transcript 的按钮，点击它，然后我们来点击切换时间戳，复制所有的脚本内容。接下来我们打开 ChatGPT， 全部粘贴过来，然后我们输入 Ba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inspiration of the above story summary, please write me a new story script about farm animals and their happy lives on the farm. 基于上述故事概要的结构和灵感，请为我写一个关于农场动物以及在农场上快乐生活的新故事脚本。这段提示词里面你需要更改的部分就只是故事主题和角色而已，非常方便。就这样 ChatGPT 已经帮我们成功生成了新的故事脚本了。第二种方法是我个人更推荐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一个独特的故事。只要你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确定一下故事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人物、地点、风格、简单的故事背景，然后把这些关键词喂给 ChatGPT。 比如说我这样写，我希望你写一个儿童故事动画脚本，每个场景对应4秒的动画。故事讲述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祖母，这就是人物，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农场里，这是地点。剧本将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是大致的故事背景描述。生活虽然艰辛，但小女孩很快乐，因为拥有农场小动物们的陪伴。她的祖母则每天忙碌于挤山羊的奶，然后制作出美味的奶酪。他们的生活满足又宁静，这是风格。就这样，我们有了独一无二的儿童故事动画剧本。要注意，在这里我在提示词内写到的每个场景对应4秒的动画，这个原因是为了要确保我们之后的旁白和动画场景是可以完美匹配的。具体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讲解，非常重要，请到时候不要错过哦。下一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童动画故事配上旁白，这一步就非常方便了，可以迅速完成。我们会使用免费的 AI 语音生成工具 ElevenLabs， 链接在下面的描述中。我们到达语音合成 Speech Synthesis 这个界面，打开下拉菜单，一个一个声音听下来。这一次我们需要寻找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很温柔的女声。我很喜欢这个声音，听一下。 Life on the farm is bustling yet fulfilling， 非常不错哈。然后我们直接复制我们的全部脚本过来，记得可以用标点符号给声音添加额外的情感色彩，你可以在适当的地方添加感叹号或者问号。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下载。
接着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童故事动画生成图片。先回到 ChatGPT， 现在我们让 ChatGPT 来为这些动画场景生成相应的提示词。我会这样写，请给上面的动画故事根据每4秒的动画场景来生成相应的 Midjourney 提示词。这样我们之后的旁白就可以和动画场景完全的匹配上了。我会把今天 ChatGPT 的英语提示词全部放在视频描述区域中，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提取。有了 Midjourney 的提示词之后就非常方便了。我们来到 Midjourney， 把前面 ChatGPT 为我们生成的提示词直接粘贴过来生成即可。对了，因为我们是在制作 YouTube 视频，所以每个提示词的末尾都记得要添加 AR16:9， 这是 YouTube 视频的宽高比。还有啊，我是宫崎骏的粉丝，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看了不少吉卜力的动画，所以呢，我希望我这个儿童故事动画也是以吉卜力的风格呈现的。为了实现这一点，其实也非常简单，只需在每个提示词中添加 Studio Ghibli 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生成。哇哦，这个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当然，如果你不是 Midjourney 的会员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使用 Leonardo AI 作为替代，这是一款免费的 AI 生图工具，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中。我们进入网站之后，找到 AI 图像生成，点击，然后你会看到 Leonardo AI 的提示词的区域啊，它是在上方的，并且在这里你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参数，直接粘贴文字就可以。然后在左下角的区域，我们可以找到调整图片大小的选择栏，我们来调整为16:9，最后点击生成，是不是效果也相当不错呢？好的，然后我们依次为所有的场景来生成相应的图片，并且下载。下一步我们需要创建动画。今天我们将使用的动画生成 AI 工具是 Pika Labs。Pika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本生成视频的平台，同时也是免费使用，并且操作界面非常的方便。好的，我们进入官方网站，点击加入 Beta 按钮，这样就可以进入到 Pika 的官方服务器中了。对了，你需要首先有 Discord 的账号才能够进入 Pika 哦。进入之后，你会在服务器中找到许多的频道，去任意一个生成 Generate 的频道创建动画即可。如果你希望创建出的动画不会被别人看见，同时也能够方便管理你的动画视频，那么我们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私人频道哦。首先点击任意一个公共创建频道，进入之后右键点击 Pika 机器人，选择 Message 消息，这样你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频道了。好的，然后我们点击 Animate 动画，上传你的参考图片。Pika 会将这个参考图片作为它生成动画的第一帧，然后我习惯会在这里打上相应的提示词，并且可以指定你想在动画中看到的动画效果。比如说我来输入一阵清风 A gentle wind， 点击发送。哇哦，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动画了。我通常会习惯多点击几次 Regenerate 重新生成的按钮，来比较不同的动画版本，直到看到我最满意的那个版本为止。然后我希望动画里的整个动作的幅度可以更大一点，这里有个 Remix 按钮，我们打开它之后就会跳出一个编辑提示框，我会添加运动 Motion 值越高，动画中的运动的幅度就会越明显。Pika 的默认 Motion 值是1，最高可以设置到4，我这边会尝试输入 Motion 3来看一下效果，非常不错。这样我们动画里的动画幅度就更加鲜明了。但是我依然不满足，让我们来尝试加入 Camera 效果参数。我来输入 Camera Zoom Out， 哇哦，效果很惊艳，整个画面都活了起来。但是你注意到了吗？Pika 只能够为我们生成3秒的片段，为了使整个场景更连贯，我想要延长一点动画片段，我们需要来到 Final Frame 这个网站，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取到动画短片的最后一帧，只需点击添加视频，然后网站就会跳出来这个动画的最后一帧画面了，是不是超级方便？然后我们返回到 Pika Labs， 使用相同的提示词，
添加我们前面刚提取到的第一段动画的最后一帧图案，并启动第二段动画的生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动画延长了，同时也很连贯。最后，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内容都进行剪辑和整合，来完成我们的儿童故事动画。这一步我会使用到 CapCut， 就是剪映的国际版，免费使用，并且操作界面很友好。国际版的免费素材会比国内版更丰富。进入之后，我们上传所有的动画片段和旁白音轨，然后把它们全部拉进时间线上，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序。接着播放一遍，来检查一下旁白和相应的动画片段是否同步。如果你发现旁白之间的间隙太长或者太短的话，点击音轨，然后点击分割 Split 按钮，然后通过相应的前后拖动音轨来调整间距，直到时间卡得刚刚好为止。我们是不是还缺点什么呢？是的，那就是我们儿童故事动画还需要一些背景音乐。这时我们可以来到 Pixabay， 又是一款免费素材网站。到达网站后，我们来到搜索栏，因为儿童睡前故事应该是令人放松的，所以我们可以输入 relaxing 放松，然后筛选 music 音乐。Pixabay 迅速地为我们找到了超过1000多首免版税的音乐选项，你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听下来，直到找到你认为最完美的配乐，然后下载它。回到 CapCut， 将音乐添加进来，适当的调整一下音量。就这样，我们的儿童故事动画完成了。 In the Alpine Mountains, a young girl and her grandmother greet each new day with warmth and purpose. While the girl finds happiness among the animals, her grandmother busily prepares for their day. Life on the farm is bustling yet fulfilling. 如果你认为今天的这个视频对你来说有价值，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见哦。